这是发生在大海上神奇的一幕。一只白鲸将捕捉到的鱼儿送给了眼前的人类。原来刚刚小哥在划船时，突然被一只白鲸拦住了去路。小家伙用清澈的眼神望着眼前的陌生人，嘴里还时不时发出悦耳的惊叫声。一开始小哥并不理解白鲸的意图，他伸手和对方打了声招呼，以为这只白鲸是想要和他一起玩耍。作为海洋中最聪明的动物之一，白鲸不仅非常喜欢玩耍，并且智商也是出奇的高。一直以来，它们对人类都十分友好。小哥摸了摸白鲸的小脑袋，接着准备继续前行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只白鲸竟然跟了上来。白鲸围绕在小哥的周围，久久不肯离去。在滑行了一段距离后，白鲸再次拦下小哥。俗话说，生灵拦路必有缘故，看他的样子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麻烦。这时白鲸突然调转方向，示意小哥跟上自己。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缘由，于是小哥决定跟在白鲸身后一探究竟。担心对方跟不上自己的脚步，他还会时不时放慢速度，甚至还会在水中与小哥进行互动。就这样，小哥一直跟着白鲸滑行了几公里，眼看着离岸边越来越远，没办法，小哥只好拨通了救援队的电话。几小时后，收到消息的救援船赶到，人们一路跟随这只白鲸的足迹。经验丰富的海上救援队通过观察，大家判断这只白鲸一定是遇到了麻烦，不然它不会这么执着地环绕在船舶周围。有研究表明，海洋中的鲸类非常聪明，它们不仅能理解人类的行为，而且对人们总是表现出异常的友善和信任。近些年，鲸鱼向人类求助的案例数不胜数，这也充分证明了它们具有和人一样的智慧。救援人员跟在白鲸身后一直向东前行，半小时后，他在一处海湾附近停了下来。救援队很快在岸边发现了另一只白鲸，它看起来十分虚弱，呼吸也变得异常急促，很明显是生病了。救援人员马上对它开展救援工作，几人合力将白鲸抬上了岸。由于这里地理位置偏僻，因此无法对白鲸进行有效的救治。最终，救援队找来了海洋动物保护组织，人们打算将它送往海洋救助中心进行后续的治疗。此时大家才明白，原来这只白鲸之所以拦住游客，是想让人们救助自己的同类。当救援队乘船返航时，这只白鲸一直跟随在船舶的左右，似乎是在护送船上的救援人员。不过此时的它看起来格外开心。就在人们打算与白鲸告别时，它不知从哪里捉了一条鱼送到了人们的手中。这一幕让在场的救援人员纷纷为之感动。原来不只是人类，动物们同样也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对于生活在大海中的白鲸来说，海洋是它们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。美丽的星球并非是我们独有的专属，它是所有生灵共同的家园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个生命都能被尊重与善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猜猜眼前这只可爱的萌物是什么？你肯定想不到，这种外形酷似老鼠的小动物就是刚满月的水獭宝宝。1个月前，水獭妈妈突然腹部传来一阵疼痛，如果换算成人类年龄的话，她已经超过50岁了。作为一名高龄产妇，水獭妈妈历经艰辛才产下一根独苗。听见小水獭嘤嘤的啼哭声，水獭爸爸马上跑来查看，或许知道自己即将要成为一名父亲，他激动地开始四处乱窜。虽然小水獭顺利降生了，可由于水獭妈妈年纪太大，身为母亲的她却无法为孩子提供充足的母乳，没办法，主人只好定期为小水獭增加营养。别看小家伙个头不大，但饭量可不小，没一会儿肚子就被撑得像个小皮球一样。由于吃得太饱，小水獭只能4脚朝天的睡觉。1个月后，小家伙已经褪去了一身的稚嫩，模样也越来越像一只水獭了。主人为它取名多多。不久后，小家伙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。这个阶段的水獭也是最可爱的，每天打着哈欠咬手手，模样像极了几个月大的婴儿。大概是独生子的缘故，水獭父母对多多也是百般宠爱，每天睡觉都得把它搂在中间。在主人和水獭父母的精心呵护下，几个月后，多多已经长成了和父母一样大小。进入青春期的小水獭开始逐渐叛逆，它总是喜欢在家里搞破坏，稍不留神就将筐子里的圆球散落一地。水獭父母相互对视一眼后，下一秒就要准备进行爱的教育。被父母逮住的多多就这样被狠狠教育了一番，自知理亏的他连忙跑到主人怀里撒娇，这才侥幸的逃过一劫。这天，水獭父母在泳池里玩得正嗨。按理说游泳是水獭与生俱来的本领，可反观这熊孩子却对游泳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只顾着在一旁玩玩具，这可把水獭妈妈气得不行，心想着这孩子咋一点也不随父母呢？气不过的老母亲直接叫上水獭爸爸，抓住小水獭就是一顿暴打。在经历过父母轮番的教育后，多多这才不情愿地跟随他们来到泳池旁。水獭父母马上给他做了个示范，可没想到多多盯着水面看了半天，愣是不敢下来，甚至还在岸上紧张地搓起了小手。水獭妈妈看着不争气的熊孩子，再次叫上水獭爸爸对他进行教育。尽管十分的不情愿，但最终他还是被迫跳进了水里。刚学习游泳的他动作还不熟练，想踩在爸爸身上偷个懒，却被无情的拒绝了。不过好在小水獭天资聪慧，喝饱一肚子水后终于学会了游泳。到了中午干饭时间，
主人特意为水獭一家准备了丰盛的海鲜大餐。看见美食的水獭马上就凑了过来，接着开始大口的干饭。然而挑食的多多却是个例外，每次都要千挑万选才肯去吃一小块。看见孩子这么挑食，于是水獭爸爸叼起一块鲍鱼送到了多多面前，但他对此却并不感兴趣。没办法，水獭爸爸只好叼到了水獭妈妈那里。一家人美美的饱餐一顿后，接下来是学习水下捕猎。主人将几条小鱼倒进水里，2只成年水獭快速在水底前进，很快便抓到了小鱼。多多看到后也立刻加入了其中，但此时的他还没有掌握捕猎的技巧，在水底游了几圈也没抓到一条小鱼，索性直接跑去一旁玩起了球。这可把远处的父母愁坏了，他们十分默契地朝着多多游去，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暴揍。看来水獭父母的确是懂教育的呀！女孩抱起一只水獭就往嘴里塞，这是准备要生吃水獭了吗？突如其来的一幕可把小水獭吓坏了，立刻装成一副无辜的模样，乖乖地躺在地上。小姐姐说，这只名为小五的水獭是水族馆的吉祥物，因超萌的外表而备受人们的喜爱。虽然长着一副人见人爱的模样，但这家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粘人精，平时没事就在饲养员面前撒娇卖萌，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要粘在身后。作为一只吉祥物，小五一出现便引来了游客们的围观，大家都被他可爱的外表俘获了芳心。话说谁能拒绝这么一只手感丝滑的小水獭呢？就连一旁的金毛都忍不住想要上去摸2下，但显然小五并没有给对方面子。出于工作原因，饲养员只好先将他抱回自己的房间。看见小姐姐准备起身离开，小五马上跑过来想要将门堵住，奈何自己力气太小，门还是被关上了。见不到小姐姐的他在房间里不停嘤嘤的哭泣，急得眼泪都快从鼻孔里流了出来。可为什么小五会如此依赖饲养员呢？小姐姐告诉我们，小五刚来这里的时候受了很严重的伤，自己一直在照顾这只水獭的生活，久而久之，小五就将它当成了自己的妈妈。长时间的相处也让小水獭养成了依赖性，平时就像口香糖一样黏着饲养员。同事都说它像只小狗，因为只有在女孩面前它才会像个嘤嘤撒娇的小孩子一样，不管任何时候它都喜欢跟在小姐姐身边，甚至还会帮她主动开门。确定小姐姐跟了上来，小五这才放心的走进办公室。为了引起饲养员的关注，厚脸皮的小五使出了独门绝技，但饲养员忙着工作根本没空搭理他，于是这家伙转身便开启了拆家模式。小姐姐精心饲养的花盆很快就被打翻在地，知道闯祸的小五马上撒腿就跑，但很快就被饲养员抓了个正着。被逮住的小五不停试图逃走，结果被小姐姐一口塞进了嘴里。这下小水獭彻底老实了。为了让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小姐姐将他关在房间里进行反思。这时同事突然打开房门，小五抓紧机会立刻窜了出去。他在水族馆内四处搜寻小姐姐的踪迹，没想到一个不小心掉进了鲨鱼池里，激动的鲨鱼还以为午饭时间到了，还好小五及时跳了出来。听到饲养员的声音后，小五马上朝着熟悉的声音跑去，饲养员心疼地将他抱了起来。此时小水獭委屈得像个孩子一样，心想在晚上几秒我就成了鲨鱼的午餐了。为了摆脱小五对自己的依赖，饲养员决定让他和其他同类一起生活。刚开始小五很不适应，只要视线离开饲养员半步就开始疯狂的抓门，哭着喊着要和小姐姐在一起，就连同伴和他打招呼他都不肯理会，甚至动不动还和人家打架。好在工作人员及时将他们分开，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不过在适应一段时间后，小五也逐渐接受了当下的生活，慢慢的他开始主动与同伴和解，最后希望他能早日融入这个新的大家庭。